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er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。今天我們來拆解一個我覺得非常棘手而且越來越重要的問題：現代的極端主義。你可能會以為，極端主義分子就是那種穿着特定服飾啦，喊着特定口號的樣子。但說真的，現實情況已經完全不一樣了。他們的外觀跟手法可以說都進化了，變得更隱晦、更難以察覺，甚至已經悄悄地融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。這場資訊戰早就已經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開打了。以前我們對極端主義的印象很清楚嘛，就是有組織、有宣言、標誌非常鮮明的邊緣次文化。但現在這套玩法完全被顛覆了。新的極端主義它是去中心化的，它的符號是經過特殊編碼的。它不再依賴什麼厚重的思想宣言，反而是透過迷因、反諷，還有網絡上的 trolling， 也就是酸民文化，來滲透到主流的線上社群。這就像病毒一樣，它不斷在變異，變得更聰明，也更難防範。好，那今天我們會透過6個部分來一步步拆解這個現象，並且找出應對的方法。首先，我們會看看極端思想是怎麼改頭換面的。接着分析一下線上政治宣傳的新劇本。第三，探討人們是怎麼一步步走向極化鏈線。第四，我們會介紹一個非常關鍵的概念，叫做仇恨的心理疫苗。第五，用實際數據來驗證這疫苗到底有沒有用。最後，總結我們該如何建立起強大的數位免疫力。OK， 我們就直接進入第一個關鍵點。現在的仇恨有了全新的包裝。它不再是過去那種粗糙直接的形象，而是把自己打造成一種專門為了現代年輕人設計的一種潮流品牌。以前你想到極端主義者，可能腦中浮現的是那種光頭黨的造型，但現在他們穿的可能是高品質甚至價格不菲的服飾，上面印的不是直接的納粹符號，而是像盧文文這種比較古老隱晦的密碼。品牌名稱也很有巧思，像是有個牌子叫 Torsteiner， 或是玩文字遊戲把納粹的勾十字 Hakenkreuz 縮寫成 HVNKNKRZ， 這樣就完美規避了法律。他們甚至把這種鑽法律漏洞的行為當成行銷賣點，把極端思想包裝成一種反叛、前衛的次文化，去吸引那些正在尋求歸屬感和反叛精神的年輕人。接下來，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：傳播仇恨的媒介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。過去可能需要印刷文宣，要成立組織，但現在你只需要一個鍵盤。成本更低，速度更快，而且傳播力是呈現病毒式的擴散。整個演變的速度可以說是快得嚇人。你看，從2002年德國出現那種小眾服飾品牌開始，到了2016年，一個本來無害的卡通佩佩蛙被惡意挪用，變成了仇恨符號。再到2017年，一個完全由網絡迷因虛構出來的國家叫做 Kyrgyzstan 的旗幟，竟然出現在現實世界的暴力集會中。你敢相信嗎？甚至到了2021年美國國會山莊的事件裡，也能看到他的身影。這就證明了網絡上的玩笑是絕對有能力動員現實世界的暴力行動的，這點真的非常需要我們警惕。如果你正在聽，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一下。現代的激化過程已經不是要你去看一本厚厚的思想宣言了，它更像是一種沉浸式的體驗。情報分析師把這個現象稱之為訊號噪音。這就像把你丟進一個充滿各種雜音的房間，一開始你可能還能分辨哪些聲音是什麼，但時間一久，那些極端的、扭曲的聲音就慢慢變成了背景音樂，在不知不覺中，你的思想就被重新設定了。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，那到底人們，特別是年輕男性，是在哪些日常的網絡空間中接觸到這些內容的？答案可能會讓你非常驚訝。因為這些地方看起來都再正常不過了。研究發現，主要有3個管道。第一個是遊戲，當然不是遊戲本身有問題，而是在很多遊戲的即時聊天室裡，經常存在着一種充滿毒性言論的次文化。第二個是個人成長型的網紅。當你上網搜尋，比如說健身、理財或是一些兩性關係的建議時，演算法很可能會把你導向某些厭女或是反猶太的網紅。第3個也是最難防的，是短影音。演算法會把極端的內容偽裝成你的興趣推薦給你。你可能只是想學做菜，結果影片播到一半，那個主廚就開始灌輸你極端思想。
他們就是用這種方式把自己植入到看起來無害的社群當中。好了，講了這麼多問題，我們來談談解決方案。面對這種新形態的資訊戰，傳統那種封鎖刪除的做法，效果其實很有限。所以科學家就提出了一種借鑑公共衛生領域的策略，來對抗線上的仇恨言論。這個策略叫做態度免疫法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種心理疫苗。它的概念非常直觀，就像我們打疫苗是把減弱的病毒打到體內，讓我們的免疫系統先認識它，然後產生抗體。心理疫苗也是用類似的方式，讓我們對有害的說服和操控手法產生心理上的抵抗力。這個疫苗的施打過程主要有3步。第一步，接觸，讓你先接觸一個微劑量的有害資訊，也就是一個弱化版的比較無害的操控性言論。第二步，這一步最關鍵，叫做預警。這一步會直接告訴你，對方現在正在使用什麼樣的操控手法，比方說尋找代罪羔羊啦，或是煽動恐懼。就好比有人想用大家都這麼做來讓你買單，預警機制就會跳出來告訴你，注意哦，這是一種叫做訴諸群眾的說服技巧。第3步就是建立抵抗力。當你了解了這個手法之後，你的大腦就會產生所謂的認知抗體。下一次你再看到類似的話術，你心裡就會亮起紅燈，而不是盲目的跟從。這個方法的重點不是告訴你該相信什麼，而是教你如何辨識操控。聽起來很酷，對吧？但問題來了，這個心理疫苗它真的有效嗎？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些真實的研究數據，驗證一下這個方法的成效到底如何。有研究發現，年輕人在看完一支簡短的疫苗影片之後，他們辨識操控性內容的能力，比起對照組提升了整整 17.7%。這個數字在社會科學研究裡面算是非常顯著的成效。不止這樣哦，對於影片所呈現的那種特定的反猶太思想，接種了這個疫苗的群體，他們的支持度還下降了 7.3% 哦。這就代表說，疫苗不只是提升了辨識力，也確實降低了他們對仇恨言論的接受度。但接下來這個數字才是我覺得最厲害，也是最重要的發現。接種過疫苗的人，在未來如果聽到別人說出類似的仇恨言論時，他們表示自己會願意站出來挑戰這個想法的意願大幅提高了24%。這代表疫苗激發的是一種主動防禦，不只是被動免疫，是整個社群的免疫力都跟着提升了。不過話說回來，任何工具都有它的極限。這個方法有一個非常關鍵的限制。研究者辛西亞·米勒·以德里斯就提醒我們，疫苗是預防工具，不是治療工具。意思就是說，如果一個人已經深深地相信某個陰謀論，那這個疫苗對他就沒有用了。那個時候需要的就不是預防，而是更複雜的治療性干預了。這也帶出了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議題。數據顯示，這種疫苗影片對大約 92% 的一般大眾都有正面的效果，但是對於那 8% 已經是陰謀論信徒的人來說，影片反而可能會產生反效果，讓他們更加堅信自己的想法。這也讓研究人員在推廣這個工具的時候必須非常小心，要去思考怎麼樣避免誤傷。好，了解了問題和解決方案之後，最後我們來談談可以實際應用的策略。我們該如何將這些知識轉化為強化我們整個社群的具體行動？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。對於家長來說，一個真誠的建議是保持好奇而非批判，多去了解孩子的網絡世界長什麼樣子，而不是一昧的禁止。對於教育，我們必須明白，數位素養是一門專業，跟你的學歷高低沒有絕對關係。再聰明的人都可能因為過度自信而受騙。在干預的時候，千萬不要只是用沒收手機來處理。這樣只會讓孩子以後不敢再告訴你他們看到了什麼。最棒的一點是，這種學習有一種保護傘效應。當你學會辨識一種操控手法，比如說代罪羔羊，你就能舉一反三，看穿其他各種偽裝的謊言。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：現代的極端主義已經演化成一種透過迷因和反諷，在日常網絡空間中傳播的信號噪音。它利用遊戲、網紅和演算法，悄悄地影響着我們。而態度免疫法就像一劑心理疫苗，透過微劑量接觸和預警，教我們辨識操控手法，進而建立起認識抗體。
數據也證明，這不只有效，更能激發人們主動去對抗仇恨。對抗網絡仇恨，真的要從建立我們自己的數位免疫力開始。每一次的理解與分享，都是在為我們的網絡社群接種一劑寶貴的心理疫苗。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。如果你覺得自己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、加訂閱、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